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现已上线机型数据库功能，每台新机的详细测评视频，如果你等不及，可以在这里先快速查看机器的续航、发热、性能、帧率等等核心参数，并且还能看到这台机器单项数据的排名情况。小白在买到机器后，会在公众号第一时间更新他们的实测数据，以方便大家查询参考。小白测评数据库，做你的实时选机数据助手，赶紧扫码上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这一期的小白测评，我是王炯。今天这一期视频为大家带来的是360刚刚发布的新机 N6。之前呢是先发布了这个 N6 Pro 啊，我们已经给它做过一个体验测评了。这台机器呢，首先这个精致感上好了很多，但是360固有的一些老毛病呢，在这台机器上也有存在。后期我们会详细跟大家聊。今天这期视频就跟大家聊聊千元全屏的最后一台机型360 N6。OK， 盒子方面呢，跟之前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，还是这种大红色的盒子。还有就是重申一点啊，这个首发呢是没有抢到黑色，黑色真的是现在非常难买，非常纳闷啊，难道这个黑色面板要比白色的面板成本高一些吗？应该也不会高到哪去啊，就是黑白的区别。为什么这个首发都是这个白色面板的居多？不管是7X啊，还是这个5P，都是这个样子的包括之前的一些旗舰机。但是我个人感觉可能有另外一个原因，就是金色在线下的这个销量，或者说在整个渠道的销量，因为这个中国人对金色其实并没有像咱们年轻人想象的那样排斥。去年的一组数据就是全年这个出货量有60%多吧，都是金色的手机，这个可能是金色做的比较多的一个原因。配件方面呢，应该没什么特别的，是这个 Micro USB， 并不是 Type C 的，它必须还得是往上到这个2000元档才能可能出现 Type C， 但是这个 N6 Pro 呢也是 Micro USB 的数据线。然后充电器方面啊，这一次呢是要着重的说一下，因为它是全元屏中呢支持快充比较高的就是标配了一个18瓦，就是12伏1.5安、9伏2安、5伏3安，就是最高18瓦的一个快充头这个在这3台机器中呢是比较占优势的。小米的这款红米 5P 呢，它是标配的是10瓦快充，但是我们用更高瓦数的充电头给它充电，它是可以到达14瓦的。同样是支持跟 N6 Pro 上一样的那个手势操作的，而且它也可以选虚拟按键其实就是这个3大金刚键做了一个虚拟化处理。OK， 现在我们是整个进入到手机的里面。由于是前色面板，咱们来看一下与荣耀的7X相比在边框上的控制这次在边框上呢，同样是白色面板的情况下，这个 N6 的边框呢是要更宽那么一点点的，但是整体的视觉感受上的差别并不大。整个手机拿在手里就是一个非常传统的360手机的感觉。之前360的手机拿在手里给你的感觉就是丝毫特点都没有，特别普通。那么这台手机也是非常没有特点，非常普通，跟去年这个时候360发的手机基本上是一毛一样的。整体的这个质感呢，肯定是不如这个7X的，因为它的电池做的这次是非常的大，大到多少了呢？应该是今年用过的最大的手机，因为这个 Max 那级别的手机我今天是没有体验它是5030毫安时的电池，这个电池容量应该是今年最大的了，估计它这一次应该已经可以刷新我们续航的数据库了。续航数据库呢，之前一直被这个魅蓝的 Note 6给霸屏着，后来红米 5P 出来之后，红米 5P 就登顶了。那么这次应该不出错的话就是这个360的 N6 了。360这个大电池是一个传统但是之前的这个系统优化呢，并不能保证这个电池大续航就好。就比如说它烧电比较快的情况，这个就是它系统优化方面的一些缺点也好或者说一些小问题也好。整个手机从正面来看呢，跟荣耀的7X呢基本上是如出一辙的，但是在屏幕方面呢，其实它是稍微的小那么一点，它是5.93寸的18:9的屏幕，分辨率同样是这2260×1080，而且同样也是
LCD 的屏幕。关于这个 LCD 和 OLED 的屏幕啊，在 V10那期视频中，小白跟大家聊过，就是有很多小伙伴为了买一台机器，让自己的眼睛去适应 OLED 屏幕。必须承认，有很多人是能适应 OLED 屏幕的，但是这个 OLED 屏幕呢，频闪呢是比较低的，就是如果你要是天生火眼金睛的啊，对频闪非常敏感的话，你看起来是不太舒服的。我劝你不要去适应，老老实实的买 LCD 的屏幕。这个好的机器呢，也有一些 LCD 的屏幕，都可以供大家挑选。这在处理器上呢，也是它的一大卖点。在同级别中呢，这颗处理器应该是最好的，就是骁龙的630，之前呢是没有这个发过的啊，也是625的一个升级版本。OK， 那咱们就先跑分，看看它们3个的性能怎么样。这个是麒麟的659，这个不是骁龙的啊，这个荣耀7叉，然后骁龙的630，还有就是骁龙的625。旁边呢是360今年的可以说是终端旗舰机型啊，这个 N6 Pro， 但是这2台机器相比一下就是天差万别啊。首先它就不是双摄像头了啊，但是这个7叉呢是双摄像头，这2台机器啊后面应该就是公版架构，真的是一毛毛一样啊，把这个 logo 遮上，随便换一下就完全一样。但是这个360呢，下面啊它是有2条开槽的，这个应该也是为了故意在 ID 上呢做出来一点不同吧。有2条开槽，然后下面和上面额头也都是塑料的材质。但是按键方面呢，好在还可以啊。2017年以来，开年以来啊，不管是大概什么样价位段的机型，比如说1000元机啊、2000元档和3000元档的，不管是国产还是国际的，起码在按键上啊不会再出现什么太松垮的情况了。在之前16年的时候，有很多机器，比如说稍微便宜一点的，都会出现松垮的情况。这个摄像头呢是并没有突出。这颗单摄呢，质量方面啊，应该也和这2台机器差不太多啊，估计也是扎机互折的状态。单摄1300万像素，这个前置呢是800万的一个摄像头，这个前置上啊是一个全对称的设计。个人觉得比这个小米这个可能要稍微好一点，也比7叉这个要稍微好一点。因为如果要是白色面板的话，全对称上显得更可爱一些，显得更容易接受。OK， 下面呢我们就去简单的先为大家拍一些样张，对比一下这3台千元全屏。这个造型和红米5P 一模一样的360 N6，在相机方面呢，咱们还是老规矩，在微信公众号小白测评后台回复360 N6这几个关键字，这些先期的实拍样张你可以先睹为快。后期360 N6的所有数据，我们也会及时在数据库为大家更新。整个手机是186克。拿在手里真的是非常重，但是想一想5000毫安时的电池好像也可以接受啊。正面的屏占比呢是75.77%，这个屏占比啊，跟同级别的相比呢，应该是不算高的。在这3台机器中啊，这个下巴的控制上，7叉的这个下巴控制的是最好的，然后5P 和 N6是差不多的，只不过是一黑一白，其实它俩差不多。但是在机身的质感上，360的 N6做的是比较这种廉价感的，因为它机身比较厚，拿在手里呢非常厚重，感觉像是一个比较老的那种机型，而且 ID 设计方面呢也没有特点。当然，这个都是在续航上给了它妥协。价格方面，它是4+64 1399块钱，这个6+64是1599块钱，价格稍微贵了那么可以说100块钱吧。或者说100-200块钱。18瓦的 QQ30的快充呢，应该也是为了它这个5000毫安时的大电池特制的啊。但是我估计这充电时间呢，应该也会比较长，应该会在2个小时左右吧。同样也是配备了3.5的耳机孔，这个在1000元的全屏手机中呢都是标配吧，可以说是，而且是不支持 NFC 的，这一点上大家要明确。OK， 这个整个手机上手的给我感觉就是和之前360的手机一毛毛一样，没有什么区别，但是性价比是比较高的。如果你要是这个预算不太多的话，又想体验1000元全屏配置它应该说是最高的。但是它具体手机使用的情况怎么样，
我们后期呢会为大家推出一个1000元全屏的测评。不知道这个魅蓝还到底会不会发它的这个今年的旗舰啊？如果发的话呢，就加上魅蓝；如果要是不发的话呢，那么1000元全屏争霸呢就是这3台机器了。咱们姑且现在先把18:9的屏幕叫全面屏手机。OK， 今天这个360的 N6呢，就跟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体验，各方面呢，都中规中矩，没有任何的亮点。但是这1000多的价格，我们还要什么自行车呢，是吧？但是就像红米那期视频说的，不管怎么样，今年呢，小白个人啊，就是我自己啊，还是非常推荐660的手机，因为今年不管是这个630啊，还是625啊，还是什么659是吧？我觉得今年全屏手机还是买一个660的会比较好啊！这个一刀把前面全给砍掉了是吧？1000元全屏呢也是很多人关注，因为毕竟价格比较便宜，而且入门级。OK， 这期的360 N6呢就先和大家简单聊到这儿，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“小白测评”，每日新鲜资讯，每日语音，每天我在那和你聊天。还有就是最重要的，我们的数据库啊，这个360 N6的一些所有相关东西呢，也都会在数据库中第一时间跟大家更新，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点数据库就可以了。还有就是我的新浪微博小白 MTX， 有什么建议、质疑、提问，直接评论或者是私信就可以了。OK， 不客观真体验，小白测评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应该是红米的视频。录制这次视频的时候，我已经有30多个小时没有睡觉了，是30多个小时，应该是差不多30多个小时没有睡觉了，中间可能睡了有小憩的，有那种半梦半醒的状态，有2、3个小时，不知道在前面的视频中你有没有感觉出来？其实我还是尽量保持一个是吧，又那种是吧，比较嗨的状态，不要熬夜，要不然是吧，90后就变成30岁大叔了，像我这样，拜拜。